台湾，这片我们共同的家园，近来似乎正在经历一场无声却汹涌的变革。许多人都在心里打鼓，这艘承载着中华民族情感的宝岛，究竟会驶向何方？有人忧心忡忡，认为它正加速驶回中国大陆的怀抱，但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其实，中国大陆并非不想即刻收复台湾，而是布下了一盘让许多人意想不到的顶级阳谋。这盘棋局看似缓慢，实则步步为营，旨在彻底解决台湾问题，而非简单粗暴的武力占领。想象一下，如果大陆现在就动用武力，最高兴的会是谁？恐怕是那些希望两岸同胞自相残杀、从中渔利的外部势力吧。他们会乐见其成，趁机掠夺大陆的海外资产，扰乱中华民族的崛起进程，而台湾则可能沦为一片焦土。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愿看到的结局。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蛮干的民族，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写出了《孙子兵法》，将战争的哲学玩得炉火纯青。今天的中国人难道会比祖先更笨吗？我们深知台湾是中国的宝岛，台湾人就是我们的同胞。即便岛内有个别人数点望族，即便外部势力煽风点火，中国大陆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依然保持着足够的耐心和定力。那么，这顶级阳谋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2025年6月上旬，中国大陆的双航母战斗群在西太平洋展开了远洋联合演练，带着70多艘大型先进战舰，首次直插第二岛链。更令人玩味的是，他们先是绕着美国关岛逛了2圈，然后才去了日本公布的那些地方。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阵仗，美国的军舰全都躲在港口，动都不敢动，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叫静态威慑。用大白话说就是，你跑到我家门口耀武扬威，我关好大门，藏在被窝里不动，还对你喊有种你进来打我。这其中蕴含的深意，您品出来了吗？有人可能会问，大陆的航母战斗群在离台湾几千公里的地方演练，这和收复台湾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这正是中国大陆为实现国家和民族完全统一而布下的顶级阳谋的核心。我们自己的领土，我们自己的同胞，为什么非要跳进别人布下的陷阱？为什么非要按照别人的剧本走？打下来之后，我们整个民族的利益也会受损啊。所以，大陆的战略高手站在更高的维度，制定了我们自己的剧本。大陆为彻底解决台湾问题所预设的最理想战场，根本就不是台湾，而是在西太平洋，可能包括日本的领土，甚至驻日美军基地和关岛。为什么这么说？我一直有个观点，从来都没有什么台湾问题，也从来没有什么南海问题，自始至终只有中美问题。想想看，如果没有外部干预，海峡两岸50年前就可以统一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灵柩至今没有入土为安，就是因为他们生前的遗愿是回中国大陆安葬，可见他们对大陆的思念有多深，对两岸统一的渴望有多强烈。当年他们对台湾的掌控力，要和大陆统一并非难事，可为什么就是办不到？根本原因就在于外部干预势力不允许，这种干预一直持续到现在。他们通过扶持岛内台独分裂势力，让两岸继续保持着不统不独的模糊状态，以此牵制中国大陆，牵制整个中华民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中国大陆实力不足，不得不卧薪尝胆几十年，埋头发展，不断壮大自己，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拥有抗衡外部干预的实力。在此期间，
台湾似乎成了中国大陆的软肋，什么弹丸小国都敢打台湾牌，逼迫中国大陆妥协让步，尽管受尽屈辱，但大陆14多亿人还是含泪吞下了，而这些屈辱全都化作了中国大陆不断崛起的动力。40多年的时间，中国大陆发展成当今世界最强工业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也是全球最大贸易国，全球第一芯片出口国，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国。我们建造了3艘航母，754艘大型战舰，有了5代机、6代机，建成了北斗导航系统，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很快又将在月球建成人类第一个探月基地。在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激光技术、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机、无人机等很多领域，我们都站在了世界前沿。中国人这么拼，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不再被别人威胁和羞辱，就是为了有一天让中华民族可以昂首挺胸，重新找回尊严，回到我们应有的位置。那么中国大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台湾问题上决定不再隐忍的？高层又是在怎样的机缘之下开始布局这盘阳谋的？时间就在2022年8月2日晚上，佩洛西乘坐的专机战战兢兢地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奇耻大辱。当天晚上，中国大陆的舆论场就像一个火药桶，瞬间被点燃了。10几亿人要求开战，立刻收复台湾的呼声淹没了整个互联网。很多人哭了，很多人失眠了，因为太憋屈了。很多人抱怨忍辱负重几10年了，明明已经具备收台的实力，为什么还不把这件事给办了？北京当然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很快公布从2022年8月4日开始，从6个方向实施围台军演、实弹射击、6面合围，并出台多项措施对美实施制裁，但根本无法平息10几亿人的怒火。大约20分钟后，大陆军方紧急宣布8月2日晚上就开始军演，一直搞到8月10日。通过回顾这段2年前的事，大家都看明白了吧？在中国大陆，不管谁在高位，他要敢说不收复台湾，大陆14多亿人一夜之间就能让他彻底玩不转。什么叫排山倒海的民意？这就是。所以说，那些台独分子们，好好想想你们将来的下场，还要不要继续玩火？现在看来，2022年的佩洛西事件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它促使大陆高层下定了决心，但北京仍然保持着冷静。他们很清楚，如果只是收复台湾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日本、韩国、菲律宾、琉球群岛都有外部干预势力的军事基地，就算马上收复台湾，还是无法彻底解除东南沿海的威胁。中华民族仍将处在别人的威胁之下，所以中国大陆决定，要干就干大的，要打就直接找幕后黑手打，彻底掀翻他们部署在中国周边的围堵链。大家都听明白了吧？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做的，不单单是收复台湾这么简单，而是要彻底瓦解西方的霸权体系，把他们彻底赶出西太平洋，赶出东亚。而收复台湾已经包含在大战略之内。现在的中国大陆已经下定了跟对方来一场战略大对决，打一场国运之战的决心。而曾经高喊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日本，就是决战的最佳战场。大家回想一下，最近1、2年在台海附近发生的事，是不是突然发现很多事都能对上了？大陆的双航母战斗群为什么要直插第2岛链，到日本和关岛附近大搞军演？大陆的双航母战斗群前段时间为什么会跟美国的2个航母打击群在东海和南海展开海上大对峙？
为什么大陆一艘55万吨大驱南昌舰2022年就敢在南海单挑美国的一个航母打击群？为什么最近1-2年大陆的军舰和航母一在西太平洋展开行动，美国都会躲得远远的，赶紧跑回自家军港？为什么大陆的军舰会绕着澳大利亚搞实弹射击演练？为什么每当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大陆不得不围台军演的时候，再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军舰敢靠近？为什么连日本都学乖了？很久没听他们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了。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大陆布下的阳谋。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拿出了随时掀桌子的气势，对所有声称会阻碍中国统一大业的外部势力以及岛内民进党当局同时发出了战略威慑。但让人失望的是，面对寻求战略对决的中国大陆，他们咄咄逼人的气势却荡然无存了。现在就剩下一张嘴了，开始跟中国大陆讲道理了，还满嘴跑火车，到处嚷嚷说中国大陆威胁了区域安全。但他们绝对不会告诉全世界的是他们自己先把中国人逼得忍无可忍，退无可退，是他们自己先背叛了曾经对中国大陆做出的所有承诺。这就是顶级阳谋的威力，凭美西方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破解。台湾岛内那些对美西方心存幻想的台独分子都趁早死心，没人救得了他们。从2022年开始，解放军的围台演练已经实现常态化，现在连大陆的海警都开始展开围台执法行动，宣示主权了。这种景象在2022年以前完全无法想象，这都要感谢佩洛西送来的机会。再跟大家补充一个细节，2022年大概在5、6月份，当佩洛西即将去台湾的消息传出来之后，中国大陆的多个部门马上提出严正抗议，发出强烈警告。有一段时间，拜登政府和佩洛西本人都犹豫不决，对外发布消息说不一定会去台湾，意思就是准备放弃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大陆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前任总编辑、退休老干部胡锡进，突然在他的国内外社交平台账号上使用中英文同时发布了一篇小作文，大概意思是，如果佩洛西胆敢窜访台湾，那么中国大陆会毫不犹豫地开战。这篇小作文当时在海内外引发热烈讨论，然后佩洛西老太太就义无反顾地冒着巨大的风险去了台湾。她到底图什么？咱们都是中国人，对于36计等计谋应该都不陌生，大家应该都能琢磨出来，这前前后后的事彼此都有什么关联。所以我一直说，中国大陆收复台湾的行动正在进行之中，台湾正在加速回到祖国的怀抱。可能有些朋友又会问了，既然大陆已经下定了决心，也有这个实力，为什么不主动出手，赶紧把事儿给办了？因为这么做太便宜他们了。而且中国人几千年前就知道战争的危害，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国大陆现在要做的是彻底瓦解西方的霸权，彻底扫除中华民族崛起的障碍，根本没必要让整个民族都陷入战争的风险。用这一招阳谋就足以加速对手的崩溃。据台湾岛内军方评估，仅2023年1年，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的军演就花了150亿美元，但这仅占中国大陆国防预算的7%。2025年，大陆的国防预算约为2500亿美元，以此推算，今年将有175亿美元花在西太平洋的军演上。回想一下解放军在近1、2年的行动，大家就会发现，大陆现在在西太平洋的玩法是打持久战，战机每天都飞，军舰每天都巡演，演习天天有。这一招
把美国和他的小弟们架到了非常尴尬的位置。如果他们要应对这些演习，那么必然需要调动更多的资源，花费更多的国防开支。关键是，就算他们去应对了，也搞不赢大陆，只能充当解放军的陪练，被解放军欺负。而他们如果不应对，后果更严重。这会被外界解读为他们服软了，他们害怕了。而解放军也会趁机不断压缩他们的活动空间，直到把他们困死、耗死为止。所以说，不管是西太平洋还是台湾，现在对债台高筑的美国来说，已经是个沉重的负担，而这正是中国大陆要达到的效果。美国当然也知道，解放军这种搞法他们根本扛不住，所以在2024年12月，日本共同社就报道说，1万名驻日美军将从冲绳撤离，搬迁到关岛。这个撤军计划将在2025年内完成，这只是第一批。后面会不会撤走更多？答案几乎是肯定的。他们为什么会偷偷摸摸地去台湾帮助训练士兵？是他们好心吗？当然不可能，因为他们不想当炮灰。所以你看那些台独分裂分子，想搞以武谋独，他们到底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真的很傻很天真？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团伙，如果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那都是白日做梦，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统一是台湾唯一的，也是最好的结局。台湾岛内盼望回归祖国的同胞们，请稍安勿躁。两岸统一正在进行之中，大结局已经不远了。我们将一起见证中华民族重回世界之巅的时刻到来。